来，谭爷爷没带花花的时候，就已经惦记上了花花。花花从基地出生那一刻，就成为了大家的团宠，奶爸奶妈都是抢着喂奶。几个月大的时候，就展示盛世容颜了，以至于他每天上下班都不需要走路。饲养员们纷纷抢着收花花，借着收花花的名义好抱抱她。花花的可爱漂亮，很快传入了旁边幼儿园园长谭爷爷耳朵里。据说谭爷爷听后，大步朝着花花跑去，结果一见花花误终身，彻底被花花的颜值迷住了。从此化身为花花的小迷弟，一有时间就去产房看花花。对花花念念不忘的谭爷爷，终于在2021年得偿所愿，得到了花花。怪不得花花搬来幼儿园那天，谭爷爷大牙都要笑掉了。花花来的第一天，天还没亮，谭爷爷就准备好了嫩竹，然后叫花花出门。刚来新环境，花花不敢出来，反而是艾九和二狗先出门了。花花和叶子不见踪影，可把谭爷爷急坏了，一直呼唤着姐妹俩。花花终于出门了，而懂事的花花还不忘叫妹妹出门。在这里，花花还认识了姐姐二狗和艾九。第一天出外场结束后，谭爷爷来喊花花回家，因为谭爷爷一直喊着过来，花花就以为自己名字叫果赖。此后，弹棉花组合正式出道。虽然谭爷爷带过很多届小熊，但对花花始终是独一无二的偏爱。韭菜花叶组合出道时，二狗经常抢花花的食物，谭爷爷明面上都不敢给花花太多食物，因为怕给二狗撑坏了。谭爷爷就偷偷的给花花加餐。谭爷爷曾经还对其他奶爸说不要抱大熊猫，结果自己咬着后槽牙，抱着把100多斤的花花收回了家。谭爷爷真是把所有的温柔都给了花花，花花也因为谭爷爷成为了温柔的小熊。在谭爷爷用心呵护下，花花逐渐长成了谭爷爷，坐着像站着更像，张嘴大喊的口型也是一样，震惊的表情也是一样，就连怒吼的表情也是一样，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这只大熊猫都爬上了围墙，结果却放弃了大好机会。网友纷纷说，萌兰要是有这条件，早就跑到2里开外了。众所周知，西直门三太子凭借越狱而声名远扬，爬墙翻墙那是一气呵成，即使围墙再高，难度再大，到他这里都不是事。可令人意外的是，成功就在眼前，他却不会下墙。而这只叫做安安的大熊猫，有着完美的越狱条件，也会下墙，却选择了放弃。事情是这样的，这天安安凭借有力的四肢爬上了围墙，不知是他太重，还是围墙老矣，上面的瓦片竟然掉了下来。安安防止掉下去，把身体躺平，然后寻找机会，准备爬上最高处。就在他继续寻找机会时，踩碎瓦片，从而摔倒。好友见状，叫他不要放弃公务员的生活。就在安安看着同伴时，脚下的瓦片又掉了一片。或许是同伴的劝说奏效，本该可以向往自由的他，最终选择了同伴，选择了这种铁饭碗的生活。网友看到这，纷纷说，萌兰要是这条件，估计早就越狱成功，并且跑到2里开外了。既然安安你不想越狱，要不你和萌兰换换房间，然后再把你下墙的技能交给萌兰，萌兰教你摇手手，让你成为阳光大男孩。呸！这只大熊猫为什么要吐掉窝窝头呢？事情是这样的，这只大熊猫名叫七巧。这天奶爸给他拿了一个自制窝窝头，他闻了一番，发现味儿不对，但为了给奶爸面子，他还是咬了一口，结果哈哈，七巧这表情真的要笑死我了。虽然嫌弃，但还是放进嘴里咬了一口。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估计又要出意外了。果不其然，这窝窝头实在难以下咽，七巧将其吐了出来。注意他的表情哈，从嫌弃到满脸挣扎，哈哈，真是要笑死个人。最终再次确认味道后，毫无犹豫地将其扔掉了。朋友们反转来了，当妹妹七喜进来后，七巧又把窝窝头捡起，然后大口大口吃了起来。真搞不懂这大熊猫，明明都是不要的食物，但防止其他熊吃，即使嫌弃也猛吞了起来。七喜还以为是啥好东西，看姐姐吃这么香，口水都要流出来了。七巧怕妹妹抢，还用手拦住呢。这两姐妹吃个东西都要斗智斗勇，也是没谁了。到了第2天，七喜为了报姐姐不给食物之仇，疯狂把姐姐转圈圈。我真怀疑你俩是两脚兽穿的熊猫衣服呀！被转弯圈圈后的七巧，即使站起来，也在原地转圈。看来这转圈圈所带来的后遗症还是蛮大的啊。
成为熊猫界的顶流女明星，花花和于爱有什么区别？一个是乖乖女，一个是社会姐，同样是被饲养员抱着，果来表情好像在说：“爷爷，我来了。”爷爷，我来了。花花、依依们，你们可以保护我吗？于爱，快交保护费，不然老子出去打死你！有的熊3岁了，幼儿园还没毕业，而有的熊1岁就背负了6条鸟命。同样是女明星，差别为啥就这么大呢？花花出场就向大家闺秀，于爱出场直接吓坏奶爸。花花长得甜美秀气，温柔又可爱，美得像坠落凡间的天使；于爱长得冷酷霸气，叼着树枝的样子，像极了社会大姐。花花洗澡十分乖巧听话，一个人就能搞定，主打一个轻松。于爱洗澡一上来就被3个大汉按住，直接拿水管冲。就这样，于爱还不停地挣扎，只想着逃跑。现场比过年杀猪还热闹。花花看到小鸟，还要使用计谋，趁小鸟不注意时突然袭击。然而因为动作太慢，小鸟虽近在咫尺，却也无可奈何，结果被小鸟无情调戏。于爱看到小鸟，直接猛烈出击，不给小鸟一丝逃脱的机会。小鸟直接被他抓来当做玩具。小小年纪的他就已经背负了6条鸟命。花花吃东西因为太慢了，经常被同伴抢走。拿来吧你！爱姐吃东西，吃着嘴里的，盯着哥哥碗里的，哥哥都还没吃完，她就把哥哥的盆盆奶抢走了，妥妥的土匪行为。花花爬树，左右接右手，本以为非常丝滑，结果从树墩上滑了下来。于爱爬树，大小姐驾到，通通散开，那叫一个丝滑。二顺妈妈一个不注意，她就爬到了树顶。唯一相同的是，花花喜欢追赶饲养员，而爱姐喜欢追着外公赶。那么朋友们，你们是喜欢甜美的还是拽拽的呢？花花不适合野外生存的原因找到了，除了她右后脚掌外翻，原来和圆润干妈传授的3大技能有关。第一招，张嘴等食。小时候的圆润坚信只要把嘴巴张得大大的，食物就会到嘴里来，所以谭爷爷每次来钓猫，他都是嘴巴张得最大的一个。然而食物不是被淼淼抢走，就是被奥利奥抢走。当爷爷再次投喂苹果时，她却沉寂在揍闺蜜中，最终和苹果又失之交臂。圆润成为花花干妈后，这一技能也被花花学了去。花花每次看到苹果，也学圆润女士张大嘴巴，等着食物进嘴。结果圆润女士被抢食物的方式也被花花给继承了，以至于谭爷爷都不敢给花花喂太多，因为怕给旁边的二狗给撑死。因此，花花吃食物的方式在野外根本生存不下去。第二招，掩耳盗铃式躲雨。这一天，室外突然下起了大雨，其他熊猫都跑到了室内躲雨，唯独圆润女士把头埋着，现场教花花躲雨。于爱，快把头埋着，这样雨就淋不到了。听到干妈的教导后，花花也有模有样学了起来。试想一下，花花要是到野外遇到了下雨天，如果用这招来躲雨，直接就变成了落汤花。第三招，土豪4吃笋，圆润吃笋时，把前面部分都不要，只留下笋尖。这种豪横吃法，在圆润手把手的教学下，也被花花学了去。所以现在的花花吃笋时，也会扔掉笋的前部分，只留下笋尖。这种吃法只适合圈养大熊猫，一旦到了野外，尤其食物匮乏时，你这么个吃法，不说遇到其他危险，你自己都会把自己饿死。花花的右脚掌外翻是它的先天性因素，这也是导致它走路慢的原因。因此，大熊猫爬树这项保命技能对它来说也是一大难事。抛开这先天性因素，花花不适合野放外，圆润干妈给它传授的这几个技能，也让它与野外生存彻底无缘。今天我们来看大熊猫带娃温馨画面，这是儿子，这是妈妈。这是温馨吗？差点都凉了，赶紧换一个。哎呀妈呀，这特么的太温馨了，我都怀疑导演弄错频道了。哎呦，这个不错哦，熊猫妈妈把孩子抱在手里，为了哄孩子睡觉，一抖一抖的，妈妈在笑，孩子在闹，手在抖，孩子没有大叫，妈妈的手就像摇摇车，小熊猫躺在妈妈怀里，真的好幸福呀！再来个香吻，孩子直接打上呼噜。女性本弱，但为母则刚，一边照顾躺在地上的娃，一边还要背娃玩耍，这母爱的伟大真的是没有物种之分。孩子，等你长大了，一定要带着妈妈坐趟高铁，然后去欢乐谷坐上一趟过山车，让妈妈也感受一番呕吐般的快乐。这位母亲太伟大了。孩子3岁了，
还要吃奶，就连奶爸都看不下去了。不听，你害不害羞啊？还吃奶？啊？多大了你？3岁了哦。吃奶时好吃，笑嘻嘻，但戒奶后伤心，流眼泪，那是连哭3天3夜。来，妈妈舔一舔，孩子，你真是太香了，妈妈太喜欢了，妈妈就想一直亲亲。哎呀，想用东西换我的娃，我不给，我不松手，这是我娃，有本事你们自己生去，不要再说了，不会给的。妈呀，这是啥？盆盆奶液，我闻闻，太香了。孩子，你等会，妈妈整2口就来亲你。这只叫做朝天椒的大熊猫太欠揍了，以关姐姐取乐，结果被姐姐一顿暴揍，那叫一个活该。这只正在关门的大熊猫叫朝天椒，这天它早早出来后就把门给关了，不让姐姐豆瓣出来，它有多找欠揍呢？你关就算了，它又给门给打开了。姐姐豆瓣想出来，他又不准姐姐出来，凭借男生力气大的因素，又给姐姐给挤了回去。然后他又把门给关上了，好危险呀！姐姐的手都被夹到了。还好朝天椒虽然调皮，但也有轻有重，请注意这里。豆瓣准备开门出来，朝天椒就用身体把姐姐挡着。果然大弟弟要趁早呀，要不然弟弟长大了反而要被弟弟欺负。这2姐弟也是没谁了，一个门都可以玩个1整天。最后的最后，豆瓣还是出来了，看到抵挡不住，朝天椒怕挨打，赶紧开溜了。就这样，豆瓣始终和弟弟保持着距离。在外溜达1圈后，豆瓣怎么又进去了？哈哈，朝天椒好皮呀！这里他还不准姐姐进去了。最后的最后，豆瓣还是进去了。这次他学聪明了，知道用脚挡着，不让弟弟给自己关了。就这样，两兄一个使劲阻挡，一个用力关门，给现场观众都逗得哈哈大笑。有句话怎么说的？叫做事不过3。因为弟弟的调皮，豆瓣最终还是没忍住，给弟弟胖揍了一顿。一个过肩摔，朝天椒好丝滑呀，就这么滑了下去。你以为事情这样就完了吗？双雄傍地走，谁让谁是狗的故事，每天都被他们上演着。眼前这只被一亲后还会害羞的大熊猫叫做黎堆，它比萌兰还社牛，比灵颜还会整活，各种骚操作不断，肚子都要被它笑疼。姐姐是金虎的心上熊妙音，妈妈是21岁了还甜美可爱的格格。黎堆只要一营业就疯狂整活，不是冲着小朋友来个后空翻，就是坐在船上划船。他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和小姐姐玩躲猫猫，您瞅瞅他高兴的样子，确定是熊精本熊了。小姐姐这门票买的那是倍值。除了和小姐姐玩躲猫猫，黎堆还喜欢和保洁姐姐擦玻璃。让我们一起擦玻璃，擦玻璃，擦玻璃。只因太讨喜了，还常常得到保洁姐姐的香吻。哎呀妈呀！还给黎堆整害羞了。姐姐不在也会和叔叔一起擦玻璃，只不过态度好像转变了不少，还试图咬叔叔呢。没人的时候，堆堆呢也是坐不住，静静的自己一个人整活，像什么单脚挠痒呀、化身哈士奇拆家等等，这都是黎堆公子的日常基本操作。关键那啥，只要黎堆没玩尽兴，奶爸一旦催他下班，他才不听你奶爸念经，直接把门给关了。然后继续整活，不对，是看美女，哈哈！这么一只爱看美女又无比活泼的大熊猫，你会喜欢上它吗？大家好，我给大家变个魔术。万万没想到，大熊猫也会变魔术。事情是这样的，在南花花被萌兰2分天下的情况下，灵颜靠着整活硬生生杀了出来，成为了2024年大熊猫的顶流。胖大海见状，是时候出招了。怎么着，这熊界的江湖也要有我胖大海的一份。这次胖大海不再是只顾着玩胖头鱼，而是走上了变魔术之路。各位姨们请看好，我手里是一个空笼子，我手一抓就能抓出来一个东西。随着胖大海抓出一个嫩笋，现场一片惊呼。之前大家常说有胖大海的地方就有一个鸡笼，现如今我才知道，胖大海那是在下一盘大棋，就是寻找合适的鸡笼来表演魔术。这第一次尝试，效果还行，希望胖大海继续发扬光大。
从而成为熊界薛之谦，然后一炮而红。还没等到胖大海的第二个魔术，他就敲门要奶爸加餐了。奶爸一看时间差不多了，就把门给打开了。然后胖大海又吃上了美味的嫩笋。大海要不少吃一点，留一点明天变魔术呢。结果嫩笋被他一扫而尽，变魔术的事也被他抛之脑后。吃完东西，一天劳累的他便躺在地上准备睡觉。这家伙还知道盖被子，他不会是在二哥那里偷学的吧？大海盖被子也不是一次两次了，真是个讲究熊。睡吧睡吧，晚安。帮熊傍地走，谁让谁是狗。眼前卡门的这两货就是香果和春生，不了解他们的还以为他们有多恩爱，连出门都要一起。其实呀，这两家伙就是个欢喜冤家，从小打到大，从成都打到杭州。去杭州时，奶妈千叮咛万嘱咐，春生去了杭州不要打妹妹，在外面两熊要相亲相爱。结果到杭州的春师傅只记得相亲相爱，该打妹妹还是要打妹妹。两熊凭借实力干架就登上过热搜，因此香果还成功喜提了单肩。除此之外，两熊在杭州上班的第一天就创造了香椿卡门这个经典名场面。明明只有2只熊猫，硬生生整出了早晚高峰期，这门卡的绝了。结果春师傅凭借男熊的优势，率先挤了出来。本以为上班卡门是个意外，结果下班时这两个家伙又卡门了。Oh my god， 真是两个欢喜冤家，真怕门被他们给挤坏了。我们从另外一个视角看一下，结果还是春师傅技高一筹，他又挤了出来。哎，本该是上天安排的姻缘，春师傅你这么弄，我都有点替你担心呀。同时两熊可谓喜好相同，看到奶爸从窗户中露出脑袋，两熊还争着和奶爸打招呼呢，简直和吃瓜群众一个样。以前春生为了下班还会爬窗户，这个小小的窗户我都好怕春师傅将它弄坏。两兄妹卡门就算了，别整出个卡窗的大新闻哦。别看有时两熊也恩恩爱爱，该打的架还得打，该卡的门还得卡，这就是春师傅和香椿一对熊界欢喜冤家。网友公认最帅的5只大熊猫，今天他们来了，快来看看有没有你的心上熊。第一只乐宝，网友是这么评价他的：帅气、性格、身材好，他是熊界大乐宝。乐宝颜值超高，尽显男熊魅力，一身具有安全感的肌肉，直接圈粉无数。加上他疼老婆，妥妥上了一波大分。有的公熊在交配时会打母熊，而乐宝会宠老婆撒娇比心卖萌。除此他还顾家，爱宝福宝都只上半天班，乐宝全天班。爱宝坐月子的时候，乐宝努力营业挣损。如此完美又帅气的男熊，爱了。第二只萌兰，被动乱不乱，萌兰说了算。萌兰是那种超级标致的帅哥，头大脑圆，身体线条均匀流畅，是那种邻家阿姨和女孩子看了都会夸很帅的男孩子。用广东话来说靓仔，用四川话来说你这娃子俊俏的很呀。作为一名阳光大男孩，他是很多姨姨们的心上熊，颜值这一块必顶那么儿一波。第三只美兰，他是萌兰的便宜老爹，也是熊界的段正淳。先不说他有多帅，就在早年期间，因为美兰实在太美了，让大家误认为她是一只大美熊，还给她安排了相亲对象呢。试问一句，究竟是怎么样的颜值才能让人们误认为美兰是大美熊？不说别的，就凭这一点，足以让美兰的颜值在熊猫界稳稳的排进前3。即使大家给大熊猫美貌排名，我都觉得美兰可以排一排。关键这小伙子的颜值，打生的都可以吃。你看看他的后代，哪一个不是因为他的基因而帅气貌美？第4只元小，远看可凶了，近看好乖巧，一了解那性格也超级好，这是很多网友对元小的评价。很多人对他的第一印象还是他脱毛裤时的样子，即使长相霸气凶残，其实是个战五渣。很多网友就喜欢元小这霸气模样，一眼看去一股社会大佬气息，妥妥的硬汉一枚。这浓眉大眼，谁敢说他不帅气？第5只奇仔，作为全球唯一一只圈养大熊猫，热度高，颜值更高。要说七仔的憨可以打7分，那么他的帅气就可以打9分，因为多1分怕他骄傲。看了七仔这么久，怎么发现他一直竖着耳朵听呢？我该怎么介绍他的帅呢？介绍的不好，又怕他像咬阿宝耳朵那样咬我；介绍夸张了，又怕他骄傲。七仔就留给你们来说，这便是网友目前公认最帅的5只大熊猫，排名不分先后，个个颜值高，看看有没有你的心上熊。除此之外，像庆大、金虎、
阎王皓月也有很多网友喜欢。直到看见于爱给受伤的可可打包竹子，才发现爱姐的爱真的好细腻。这天可可正在木架上吃竹子，因为竹子太长，可可一不小心从木架上掉了下来。随后没多久，游客就发现了可可的走路姿势不对劲，一瘸一拐的，赶紧上报给了动物园。然后专家给可可进行了检查，发现可可的脚摔伤了，并出了血，这才影响了走路。自从和妈妈分开后，爱爱和可可便相依为命。爱姐常常抱着可可，就和之前抱着二顺妈妈一样。之前爱姐还会因可可吃了自己的盆盆奶而对哥哥骂骂咧咧，而这次爱姐看到哥哥受伤行动不便，哥哥又想上木架，于是爱姐耐心的趴着为哥哥充当肉垫。爱姐平时看起来拽拽的，关键时刻暖得让姨姨们流泪。除此之外，她不仅把竹子让给哥哥吃，怕哥哥吃不够，还主动去给哥哥打包。看到爱姐的身影，才发现她此刻真的长大了，懂得把好的东西分享给哥哥，不争也不抢。一时间真感觉她像个小大人一样，平时谁也不会给的寸，这一次竟然从中精挑细选，选取最大的，然后主动打包给哥哥。为了顾及哥哥面子，还假装和哥哥抢一抢。当哥哥把笋笋吃进嘴里后，他并没有着急离开，而是在一旁默默守护着哥哥。曾几何时，可可也是这么守护着爱爱，害怕于爱从窗户上摔下来，可可急得在下面想要抱着妹妹，结果被二顺妈妈一把推开了。看到爱爱爬墙越狱，可可也是极力阻止着妹妹，一方面是怕她摔伤，另一方面她知道外界危险，一旦妹妹出去了，自己不能保护她。平时两小只打打闹闹，可一旦有事，他们又是彼此的依靠。可可爱爱真的是天下第一好。当时妈妈在身旁时，爱姐要多拽就有多拽，如今妈妈不在身旁后，她也一夜之间长大了不少。价千万的大熊猫灵岩，它的玩具到底有多贵呢？这个看似平平无奇的蓝色滚筒，价格为183大元一个。关键灵岩还有不同颜色，而它坐着的这个玻璃钢旋转陀螺椅子，价格更是高达1050元。它现在摇着的这个粉红色摇滚大陀螺，哎呀，怎么被它扔了？它也要470大元只一个。灵岩躺着吃东西的这个加厚冲锋舟，质量超级好，灵岩在上面蹦跶都不会坏。同样，它的价值来到了1129。灵岩平时最喜欢炫耀的鸭子玩具，我本以为它的价格很便宜，没想到价格来到了68元。在灵岩的一波操作下，这只鸭子也成为了爆款。去年的这个时候，灵岩的玩具并不多，看它的游客也比较少，玩具相对来说也比较便宜。像这个绿色装饰圈才12元，而随着青妈粉越来越多，它的这些玩具都是姨们买的。像这个网盘抽签，虽然价值588，姨们小手一挥，那是直接安排，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。坦克玩具车，我查了一下，有很多种，人坐人的都要1800，人坐熊的估计就不止这个价格了。你看这么弄都不坏，保守估计3000元。广场同款玩具车500，玩具攀爬架不要998，但也要25，关键质量超好。大号粉马玩具800，快看，把小朋友都给馋哭了。特么的，你给他尿尿啥意思？真是暴殄天物。灵岩的玩具实在是太多，我根本一下盘不完。像这个蓝色圆球，就留给你们来盘了。知道它价格的朋友，不妨把价格打到公屏上。在八里台的二姑奶奶喜乐也有双标的一面。乐乐真漂亮转过来了，你确实比格格漂亮。当听到姨姨们夸她，说她比格格还漂亮时，她心里简直乐开了花，脸上的笑容那是一点也没藏着掖着。姨姨们夸着夸着，她还美滋滋的抖起了腿，眼神中全是骄傲，仿佛全球自己最美。一旦她听到姨姨们夸的不是自己，而是格格的时候，那态度直接来了180度大转弯。呀，一说格格漂亮走了。还好这次喜乐生气，只是安静的趴着，并没有当当当的敲门，要不然受罪的又是奶爸了。还有一次喜乐过生日的时候，动物园给他准备了丰富的礼物，格格就因为看了一眼，他就对着格格大打出手，结果还没打赢，气得他又把板凳给扔了。特么的，你也太小气了吧！好在天道有轮回，苍天饶过谁。当格格过生日的时候，这家伙在隔壁那是一直盯着呀，貌似口水都要流出来了。咱说你这臭脾气就是奶爸给惯得，要不你学隔壁省的萌兰，有好吃的那是一点也不藏着，不仅把食物分给小鸟吃，还主动把新鲜的竹子分给隔壁的表弟胖大海，就连去看他的姨姨们也有幸被他宠幸过。姨姨们，今天刚到的，非常新鲜，你们都不要客气哈。瞅瞅这个格局，那叫一个大气。糟了，喜乐听到我说他双标，听到我说他坏话，他开始生气了，当场就拔苹果树，想要给我一个下马威。二姑奶奶，我错了，我承认我刚刚说话的声音有点大了，刚刚人多，我们私下说。双胞胎大熊猫于可于爱到底有多默契？
神童部1，挠痒痒，也不知道谁学的谁。神童部2，晒太阳舔手。神童部3，一起回头，动作一模一样。神童部4，一起倒挂金钩，形成对称。神童部5，奶爸喂苹果，坐下的频率都没得说，可可爱爱的，真如名字一样。神童部6，一起睡觉，看着小脚丫，这睡姿也是绝。神童部7，跟着奶爸跑。神童部8，走路姿势、眼神气势也一模一样。神童部9，吃同一根竹子，相互配合，谁也不会碍着谁。神童部10，一起摇手。两小只如此相似，简直完美诠释了什么是双胞胎。血脉的力量就是这么神奇，如此相似的于可于爱，你能区分吗？要不要打滚哈？打滚。为什么福宝在韩国可以打滚，回国后却被奶爸限制打滚呢？众所周知，打滚是每只大熊猫表达情绪的一种方式，因为大熊猫是有情感的动物，它们会根据心情的好坏来做出不同的动作，或者发出不同的声音。经过奶爸观察发现，福宝好像有点不对劲，他的喜怒哀乐所有情绪都只会通过打滚来表达。怕你陌生，还焦虑紧张，还害怕。应激反应，他就会打滚。他有时候开心的时候，在圈里哐就打起来。福宝回国前1个月，在韩隔离期间，视频中他最多的动作就是打滚，他的行为多样性严重受到了限制。对比国内其他大熊猫，比如喜乐尴尬时会不好意思的低下头，然后看看有没有人发现。当听到姨夸格格不夸自己时，他会生气的直跺脚。呀，一说格格漂亮走了。阳光开朗老男孩看到妹妹打架时，他会急得摇手，同时他也会通过撞门、搓盆盆等各种动作来表达情绪。而自律的大熊猫雅一，听到营业的时间结束后，会自觉地走向室内，即使奶爸没有关门，他都会自己关门停止营业，主打一个自律。他们的行为都丰富多样，而聪明的福宝，无论开心也好，还是伤心也罢，好像只会打滚。如果不及时干预，很可能会变成刻板行为。如此一来，奶爸就无法通过行为来判断福宝的心理和身体状况。其实最开始，福宝只是本能的通过打滚来展现自己的情绪。福宝生气时也有其他行为，然而有次因为游客的吵闹，导致福宝烦躁的打滚。爷爷们看到后不仅没阻止，甚至还哈哈大笑，因为觉得可爱，还鼓励福宝继续打滚。或许他们认为这样就能带来更多流量和关注。久而久之，福宝无论喜怒哀乐，都只会通过打滚来表达。福宝回国后，奶爸一眼就看到了问题所在，鼓励他去跑步、去爬树来释放情绪。就算玩累了，只需扒一下门，奶爸就会开门让他去休息吹空调。你去吃了睡，走啥子爬都行，爬树也行，不要打滚就可以。并且还制作了一个训练福宝四肢的道具，让他逐渐行为多样化。只能说，专业的事还得交给专业的人做。这便是福宝回国后被奶爸限制打滚的原因。盘点老婆最多的4只大熊猫，美兰凭借7个老婆，却只能排第3。第4名，七仔。七仔作为全网唯一一只圈养的棕色大熊猫，它的血脉尊贵，在两脚兽的帮助下，它目前一共有6个老婆，并生下了2个儿子。与大老婆猪猪生下了儿子秦华，与二老婆正正生下了儿子八仔，和其他老婆则没有繁育出后代。而大熊猫全运是不是他孩子，还处于考证中。第3名，美兰，她是熊猫界的段正淳，凭借7个老婆和23个仔的战绩，在本次排名中只能排第3。2016年，美兰出生于美国的亚特兰大动物园，早期的她因长相秀丽，还被当成女熊来养。性别明确后，美兰便开始了韦小宝的生活。短短几年时间里，和7个老婆生下了23个仔，平均每个老婆给他生下了4个孩子，其中多个孩子还是熊猫界的顶流，比如花花、荷叶、萌兰等等。第2名，玲玲。说到玲玲，她的一生只能用悲惨来形容。虽然她有过11个老婆和25个娃，但她的一生却沦为了生殖工具。其中令人最不能接受的便是，在人类伤心病狂的安排下，她被迫和亲生母亲繁殖，与生母繁殖后性情大变，导致肝气郁结。后来因不肯配合繁殖，被暴打禁食，关小黑屋。因为过度繁殖，她变得骨瘦嶙峋，毛发脱落，身体面目全非。
牙齿脱落，就连进食都成困难，最终含泪而亡。第1名勇勇。说到老婆最多的大熊猫，非勇勇莫属，因为异性缘非常好，他一共有19个老婆，一旦发情期到来，够他忙活的。在他和老婆们的交流下，老婆们为他生下了39个孩子，而孩子们也很争气，个个都是远近闻名的大网红，如何萌萌生的萌大萌儿，一个洗头后会自己开头，一个睡完觉后会自己晒被子，那叫一个自律。这些便是目前熊猫圈中老婆最多的4只大熊猫，其中玲玲真叫人意难平。你敢相信大熊猫勇勇娶了19个老婆，分别生下了34个崽，比萌兰他爹美兰还牛。我们来看看勇勇的老婆和孩子都有谁。大老婆亚星生下了女儿星美，二老婆程季生有1儿1女，分别是女儿程大和儿子程小。三老婆丽丽生下儿子奥利奥，四老婆思源生有儿子思一，五老婆圆圆生下了3个女儿，分别是圆润、圆满和圆月。六老婆娇子生下了娇淼淼和撒尔。七老婆星雅生下了女儿雅一和儿子雅二。八老婆二丫头生下了女儿梦梦。九老婆奇缘也生下了3个女儿，分别是明明、奇一和奇果。十老婆成功生有儿子何星，女儿获胜。11老婆大娇生下了2儿1女，分别是倩倩、骄傲和骄逸。12老婆萌萌有2个儿子，分别是顶流明星萌大和萌二。13老婆星荣生有儿子星一和星二。14老婆亚老大生有女儿小丫。15老婆亚星生有女儿星宇和儿子星远。16老婆奇珍生下了女儿真多。17老婆小丫头生有2儿1女，分别是儿子小雅、小川和女儿小新。18老婆梅邦生有儿子梅兰肉肉。19老婆毛毛生下了女儿毛豆。这些便是勇勇的老婆和孩子，这在熊猫界简直是吊炸天的存在。那些单身大熊猫听后不知道会不会气坏。你是从哪只大熊猫而入坑熊猫圈的呢？是喜乐的敲门，还是成大带娃呢？相信对于各位朋友而言，都是因为某只大熊猫而入坑熊猫圈的。不管你喜不喜欢大熊猫，当你看到花花的时候，都会被它的可爱而萌化。圆圆的脑袋，煤气罐似的奔跑，尤其它挥手给你打招呼那一刻，哇哦，感觉来了！从此以后，它就是我的心上熊。怎么大熊猫还会撒娇呢？一看到这个视频后，就彻底喜欢上了在韩国的福宝。他有2个疼他的爷爷，下班都是爷爷背。所拥有的玩具也是爷爷纯手工制作，但在妈妈爱宝眼中，它就如逆子一般。原本爱宝的乐园非常美丽，福宝到来后，乐园看不到一点鲜花的影子，让原来花团锦簇的乐园变成了如今荒凉的模样。最终爱宝再也坐不住了，对着福宝就是一顿胖揍。每当我不开心时，都会看看福宝挨揍的画面，顿时烦恼就跑到九霄云外去了。当然福宝挨的每一顿打都不是白挨的。自从去年3月份刷到大熊猫越狱的视频后，我就彻底喜欢上了大熊猫。这是我的一位粉丝说的，他没想到大熊猫为了越狱，通过仰卧起坐的方式来锻炼自己，真的好聪明。他就是西直门3太子萌兰，然后徒手攀爬，爬上围墙，最后让保安瑟瑟发抖。只可惜他只学会了爬墙，没有学会下墙。另外一个网友说，他没想到大熊猫也有狗的，这只叫做二狗的大熊猫，一边吃东西还一边盯着别人的食物，当别人把食物包好后，他竟直接从别人嘴里抢了过来。这是真的狗呀，让小编我入坑的，还是萌二掰竹子。我没想到大熊猫掰竹子既然和人一样还会龇牙咧嘴，通过了解后发现它还会晒被子和叠被子。自此以后彻底喜欢上了这聪明的国宝大熊猫。朋友，你又是从哪只大熊猫入坑的呢？